显化法则的理解首先离不开对宇宙层级结构的认识。宇宙并非是简单的一维或三维的物质世界，而是由多个层级组成，每一层级都承载着不同的能量、信息和智慧。从我们最为熟悉的物质层开始，宇宙的7个层级逐渐向更高的维度展开。物质层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一切，是我们所生活的3维世界。在这一层，物体是实实在在的，可以感知、触摸、操控。我们想要在这个层面上实现显化，往往需要通过物质手段，比如购买物品、搬动物体、进行实际的操作等。然而，物质层并非唯一的存在，它仅仅是一个较低频率的维度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而星光层则是4维空间的代表，这是一个属于我们的情感和感受的层级。在这里，我们的情绪、想法、感觉、直觉都会产生极大的作用。显化的过程中，情绪层的状态直接影响到显化的速度和质量。如果我们的情绪处于低频状态，如焦虑、愤怒、恐惧等负面情绪，我们的能量就会被削弱，导致显化的阻力增大。相反，如果我们能调动起积极、平和、喜悦的情绪，我们的磁场就会向宇宙发出更强的吸引力，吸引到与之匹配的机遇与资源。情绪层是显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。接下来是心智层，这是我们思考和做决策的地方。在这个层次，我们可以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制定出详细的计划。我们的意志力、理性思维、目标规划等都是心智层的产物。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做出明确的决策，并与情绪层配合，显化的路径就会变得更加清晰。但这也并非终极层级。直觉层和灵性层则是更为深邃的层次，涉及到我们内在灵魂的启迪和更深层次的意识觉察。这些层级的作用在显化中可能更加微妙，它们的存在帮助我们接收到来自灵性和宇宙的指引。神性层是宇宙至高意识的代表，它是所有存在的源头。神性层是不可感知的，但通过灵性提升，我们可以逐步与之相连接。在灵性层的层级中，我们能够感受到更高的智慧和爱的流动，内心充满了宇宙的光明与指引。而第一层的宇宙和谐层，则是宇宙的最终归宿，所有对立与矛盾都已经消融，整个宇宙处于完美的和谐之中。显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这些更高维度的能量和智慧中汲取力量，调整和优化我们在物质世界中的行为和决策。每一层都有其独特的能量频率，它们的连接和互动最终决定了显化的成功与否。因此，理解显化法则，首先需要我们从这些层次中找到与自己渴望相符的频率，并通过情绪、心智和行动的结合，打破物质层的限制，将高维度的能量转化为现实。这种降维打击的过程，既需要智慧，也需要耐心。
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物质层的行动，还需要调动情绪和心智的能量，通过内在频率的调整，实现物质世界的变革。显化法则的成功与否，最关键的因素往往是我们的情绪层。在很多人尝试显化某些目标时，往往会因为现实的压力而陷入焦虑、沮丧和不安的情绪中，导致显化的过程陷入停滞。为什么显化的愿望不能如愿以偿？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情绪层的频率。我们的情绪、心态、感受都会通过情绪层反映到宇宙中，影响我们与外界的互动。如果我们处于消极情绪中，宇宙将会向我们传递相应的频率和信息，吸引到的是与我们负面情绪相匹配的事情，甚至可能带来反向的显化效果。例如，许多人在物质上渴望获得更多财富，但却常常对自己的贫困、匮乏感到焦虑，这样的情绪会让人处于一种不断缺失的状态，反而加剧贫穷的感知。这就是负面情绪引发的负向显化。而当我们能够认识到情绪对显化的作用，并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时，我们就能够通过情绪调节改变自己的能量频率，开启显化的正向循环。情绪管理的第一步是对自己情绪的觉察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并未意识到自己处于不良的情绪状态，可能会因为一时的烦躁、焦虑而做出不理智的决策。我们需要学会停下来，观察自己的内心，了解情绪的根源。正如尼古拉·特斯拉所说，宇宙的秘密在于能量、频率和振动，而我们的情绪正是与频率和振动密切相关的。当我们能够觉察并接纳自己的情绪时，便能够通过深呼吸、冥想等方式将这些负面情绪转化为正能量。另外，情绪层与我们的心智层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当我们意识到负面情绪对显化的影响时，我们就能够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。比如，取代焦虑的思维，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肯定语句、冥想和自我暗示来建立更加积极的心态。通过这样的调整，我们不仅能提升自己的情绪频率，还能为显化目标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内在环境。情绪管理的另一个关键步骤是放手。当我们过于执着于某个愿望的具体实现方式时，可能会产生强烈的焦虑感，甚至会试图控制一切。这种过度的控制欲望反而会限制我们的显化能力。学会放手，就是学会相信宇宙的安排，相信自己值得拥有美好的事物，而不需要时刻紧盯着它们的实现。通过放手，我们释放了对结果的控制，宇宙便能够按照更高的智慧和安排，带来最合适的机遇。显化法则的核心就是情绪频率的调节，它影响着我们的行动和决定。通过正确的情绪管理，我们不仅能消除焦虑、恐惧等负面情绪，还能够提升自信和勇气，使自己始终保持在显化目标的频率上。显化不仅仅是思维的练习，更是一场深刻的内在转化，让我们与宇宙的能量更加契合，最终实现内外的和谐共鸣。
显化法则的实践并非空泛的理论，而是需要具体步骤的落实。这些步骤可以归纳为选择、祈请和行动三个关键部分。首先是选择，显化的第一步就是明确自己想要什么。很多人虽然有愿望，但却无法明确自己真正渴望的目标。选择不仅是确定目标的开始，也是打开显化大门的第一把钥匙。选择的关键在于清晰和决心。我们在选择时，并不需要过多的纠结或反复思考，而是根据自己的直觉和内心的感觉去做出决定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过于害怕选择错误，结果导致无法前进。其实，选择错误并不可怕，重要的是在每个选择之后都能从中学习和调整。而如果我们总是纠结于是否做出最好的选择，就会错失很多机会，甚至会陷入决策恐惧症中。一旦我们做出选择，接下来就是祈请。这一部分是通过情绪层与宇宙产生共鸣，放大我们内心的愿望。祈请并不仅仅是请求宇宙给予什么，而是通过心中的感恩与期待，将自己的能量与宇宙的能量对接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们需要保持积极、开放的心态，放下焦虑和恐惧，增强自我信念，坚信自己值得拥有所求的一切。与此同时，通过感恩，我们不仅表达对已有的祝福的感激，还在无形中增强了自己与宇宙的连接。最后的步骤是行动。在显化的过程中，行动是必不可少的一环。很多人误以为显化是单纯的思考和冥想过程，然而，如果缺乏行动，任何显化都无法真正实现。显化不仅仅是坐等天降好运，它是通过实际行动、勇气和创造力来实现的。我们必须采取明确、具体的行动，一步一步朝着目标前进。显化法则的核心在于通过内外的协同作用，将我们的愿望转化为现实。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思考或冥想的过程，更是情绪、心智与行动的全面调动。首先，了解宇宙的层级结构，让我们明白，显化不仅依赖物质层的努力，更需要调动高维度的能量和智慧，逐步将这些高频的能量带入我们的现实生活中。情绪管理则是显化过程中的关键，积极的情绪频率能够吸引到与之匹配的正面结果，而负面情绪则会拖慢甚至逆转显化的进程。其次，选择、祈请与行动这三步法则为显化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框架。在选择上，我们需要坚定而清晰，放下犹豫与恐惧。在祈请上，我们通过情感的连接与宇宙共鸣，扩大愿望的能量场。而行动则是显化中最实际的一步，只有通过具体的行动，愿望才能真正变为现实。显化法则并不是等待奇迹的降临，而是通过内外的同步调整与不懈努力，最终实现心灵与现实的和谐统一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
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